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哦。上周五才刚落幕的这一场川习会上面达成了什么重点呢？这次 TPP 成为这个川普的甜头哦。那么中国制造则是反压全球。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在针对大豆方面，美国的农民都非常的忧心嘛。现在确定了大陆仍然是零采购的，习近平的大局到底是什么？要来逼川普低头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今天开场的火线话题。首先，这一次的川习会谈判有谈到 TPP， 现在被视为大陆说是双赢哦。大家也在看说，是不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只是送出了一个小甜头给川普呢？他要换来北京在背后有一个更大、更远的一个大棋局阴谋吗？第二个事情我们会来关心，确实哦，到现在为止，这个大豆都在采收了，但是确认的是大陆仍然是零采购大豆，真的是把川普给急死了。原因是最新的消息，大豆协会，这是来自美国的主席站出来怒吼了。他说：“50万农民现在被卡死啊，我们急需要市场，急需要改变。你川普到底还能够撑多久呢？”今天也会来做回答。最后第三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的关税，现在说反助中国，因为中国制造现在反压全球。成为这些竞争对手，在他们眼里都不是竞争对手了，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最新消息，赶快来关心哦！这个川习会上周五通话完后，川普就立刻的火速发文了，他说 ：“Yes， 谈判终于出现了重大的进展了，尤其就是在 TPP 上面，白宫立刻证实说，海外的这个版本 TPP 的交易几天内我们就会来做签署了。有可能就是在这几天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些成果。那么签署之后，美方是说呢，这个董事会7席，美方就会占6席，其中这些最关键的用户数据也是大陆比较 care 的部分哦，是由甲骨文未来会来做管理。那大家也在看说，北京的态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因为过去都是在痛批说。美方逼着他们卖 TPP 是赤裸裸的抢劫，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喽。大陆的官媒定义说，这个动作、这个交易根本就是双赢啊！习近平这个也是来自于专家的分析，习近平用 TPP 就可以取悦川普，换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关税、在科技跟台湾的问题上面。倒是川普的这个金主现在对于川普真的是非常的不满，他也发布了一个漫画来讽刺川普。这个漫画里面就话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在玩牌，川普说我手里有牌，结果习近平冷回说，对啦，你是有牌，只是这牌呢是中国制造的，来反讽川普。再来，我们来看到大陆的学者，就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他是这样说的，他是姚洋，他说美国制造终究离不开中国制造，所以川普的关税反倒是帮了中国一大把哦，因为川普的关税对中国的竞争对手都在课征关税，而大陆制造永远都具备低成本优势，让中企在这一波贸易战之后变得更具有优势了。最后，现在最悲愤的就是大豆主席了。刚刚提到了嘛，他在最新的一个专访上面说了这个怒吼，他说收获季到了，中国到现在零采购，美豆甚至比南美的价格贵了20%，可以说是毫无竞争力，卖不出去，价格又特别的高。美国的农民财务现在压力是极大的，要川普说你赶快出来想想办法吧。川普最后呢，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之后，他也特别强调了，很期待哦 ，APEC 接下来可以跟习近平来见面之外，明年初他预计还会访问中国大陆，怎么看委员？这个有关于 TPP 真的是如这个大陆官媒说的是双赢吗？还是习近平特别送上一个叫做蜜糖针，但是真正背后有更大的一个利益交换，是对大陆有利的？委员怎么看这一回谈判，中美谁占上风？双赢就表示要美国赢，中国也赢。那美国有没有赢未必，但是川普赢了。因为川普需要 TikTok 来作为他的宣传管道，他的群众支持者大部分都聚集在 TikTok 里面去，原因是主流媒体真的还是不喜欢川普，所以川普有什么动静，
老是会被主流媒体给予这个抹黑、抹红、扭曲，对川普来讲不胜其烦。但是他的支持者在 TikTok 所散布的一些影片、视频啊，对川普是极度有利。所以川普明年共和党的选举没有 TikTok 会更惨。有了 TikTok 可以做相当程度的弥补，他现在绝对不能够放弃 TikTok。那原先啊，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你不接受啊，你开了什么条件，那就关掉吧，反正对中国政府也不痛不痒，关就关吧，反正我数据不会卖给你。但是这种调性调高了以后，川普一定要拿东西来换。对，所以换到什么东西，目前中国并没有任何表示，到底是换到科技、换到台湾问题，还是换到关税，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讯息。但想必应该有换到什么东西，要不然的话，不会喊双赢。那如果说没有换到任何像样的东西，那就单赢啊，怎么能双赢？对，这个我们还继续在看，还继续在看哈。那你说到底是谁占上风呢？那可不太一定哈。目前台湾问题，美国还捏在手上啊，说台湾政治地位未定论。他回避掉以前讲的法律地位，专讲政治地位。那中国大陆还没有看到有一个正式的回应，那只有外交部发言人2-3句话就这样交代过去啊，谈不上到底有什么交换的条件。我们可能还在观察一段时间。那仪式上当然就是通电话啦，然后到 APEC 见面啦，然后明年给什么正式访问啦。但是这些程序、这些走过场的活动，背面一定有文章。背面的文章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要退让什么，中国可以拿到什么。那其他的什么大豆啊，那就对中国来讲有重要吗？不重要啊。那你说科技，中国现在的科技也猛在迎头赶上，那争取的是时间。那你美国的科技啊，又能够限制中国到什么程度？还有中国不买你 H20，你要不要卖它 B300或 B200？Blackwell 啊200。啊，如果你不卖，那就拉倒。现在中国也是以逸待劳，反正就是筹码在手上。这个通知各大这个算力中心的巨头们，不准买美国的。对，不能买辉达。所以这一招很狠，那我觉得这招是对的哈。所以他们这样一番较劲，一定要观察1个月左右才会知道说，陆续产生出来的真相是什么。现在说双赢，言之过早。好，我们也来看到，那确实现在大陆说的双赢，大家就在看说背后的交换到底是什么，之后还要持续观察，不管是关税，不管是科技，还是台湾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个确实现在大陆可以死握着川普最害怕的就是他的选票，因为50万农民现在在叫苦连天。厉将军怎么看这一场这个川习会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我觉得这个美国大豆这些农民来讲，大家应该是绝望了应该是没希望。为什么？因为大豆它不是说今天产了，你明天就可以运出去那就像是其实每一种农作物它都有固定生产的时间，那每个地区生产时间不一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在台湾的芒果，大家应该都台湾芒果很好吃嘛其实最早能够熟成的芒果是枋寮，从南部开始，然后一路向北来生产，最后是到台南的玉井它是有，就这个月可能是刚开始是这个枋寮了，然后最后1个月生产的是玉井的，因为随着纬度高度的不同，所以说它成熟时间不一样。大豆也是一样，北美洲就是美国产的大豆，跟南美洲它生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知道美国最大的农产品输出就是大豆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有50万的农民靠种大豆这个来出口来维持它的生计。那现在来讲的话，美国这批的大豆今年已经这个生产了，它按理说应该在这个前2个月就应该要收，甚至于在更早时间就要收到订单。他收到订单以后，才能够去安排船期才能够销售的管道都要安排好。那等到这个收成之后，马上就可以用船运出去，因为大豆一定要新鲜嘛，运到这个中国大陆以后，看是这个去做大豆油啊，或者是做其他的这种农产品附加的功能，才可以再做运。那现在如果说已经收成了，到现在还没有订单，我跟你讲，它就很难再运出去了，你知道？因为再来1月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换巴西的大豆成熟，
那如果中国现在已经下订单，跟巴西大豆已经下订单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豆农这把真的是就已经是欲哭无泪了。那尤其是本来还指望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这次会谈里面会不会谈到大豆的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到的资讯好像没有提到跟大豆有关的问题。那美国需要这个豆农对中国这个出口有多严重呢？美国有60%的大豆出口是卖到中国去的，那数量是多少呢？2500万吨，大概一年2500万吨。然后这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多少？第二名是欧盟，欧盟只有多少？490万吨，也就是说连到中国的1/5都不到。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是这么大一个这个市场，它一旦没有的话，对于这些豆农的损失会有多大？大家不要以为说大豆来讲的话，我今年没卖，我存储在那边，明年还可以卖。我讲大豆是不能存储的，你放久以后它就发芽了，甚至于腐烂了，甚至于更严重一点，你连喂猪吃都不行，因为它会产生黄菊毒素嘛，就你连当饲料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把可能豆农来讲，美国豆农来讲的话，其实我很同情他们，尤其是我看到这个大豆协会主席那个脸晒得红彤彤的。很辛苦的感觉，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他在太阳底下，这个割这个拖拉机，开拖拉机去割，就到最后卖不出去。你想想看，那种心里头真的是在淌血啊。是，好，谢谢厉将军。那这个是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因为到现在其实没有任何的提到台面上有提到说这个大豆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但现在看起来是无解的。杨老师怎么看这一场关税战，然后还有这一次的谈判？美国的关税战大概分为3个标的啊，一个是全球关税。第二个是盟邦关税，第三个是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其实讲句实在话，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跟美国才是真正的叫接近平等的贸易关税谈判。那美国的关税到现在8月份才开始实施了，在这个之前，其实你看到贸易的移转减少增加就已经很明显。那现在呢，我觉得到今年第4季的时候美国的经济跟物价就会开始出现增加，然后呢，贸易的减少呢会更明显，因此全球就已经出现了贸易减少输往美国，我们把它叫全球减1或者全球减美的现象，这一定嘛，关税这个高筑，那贸易量一定减少。现在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来到了21%，在4月之前是只有2.5，那怎么可能再多买这么多国外的东西？第二点就是他希望的制造业回流大概是很不确定的，因为真的钱能够到位，制造能到位，连都技术人员都找不到，都还把人家赶回去，而且很不人道的对待这些韩国的人员。第三个呢，他自己贸易减少，那其他国家当然其他区域一定会寻找新的蓝海、新的市场，加速其他国家区域的全球贸易整合。所以你看，中国对东南亚今年1到8月贸易额增加9.7%，对欧盟增加4.3%，对非洲今年1到8月已经来到顺差800亿，已经是去年的这个额度。最后一项，那当然中国的贸易跟制造就会扩大。我刚才提到，所以美国到底是帮中国清场呢，还是说是在削弱中国？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好，谢谢杨老师。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哦，现在这个因为北京的一带一路持续的在多个地方不断的扩张，等一下我们要关心到，不管是南美洲国家，或者是在阿富汗、中东地区，美国现在可紧张了。接下来他祭出了许多的反制动作，中美之争，尤其是海陆权的这个之争，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谁胜谁赢呢？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川普这一回说他要出兵，不管是阿富汗或者是委内瑞拉，都是剑指大陆，挡不住这个北京“一带一路”的攻城略地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看。先来看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川普说了，他要夺下巴格兰基地，这是位在阿富汗这边的，冲着就是中国的核武，还是觊觎阿富汗当地拥有非常丰富的黄金跟稀土呢？所以他是冲着安全保障，还是背后的这一些稀土的利益呢？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第二个事情是，美军在加勒比海这边卫宣之战哦。
这个是针对于巴勒比海，包括了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时候，美国非常的生气，因为川普一方面要掐断石油线，是有关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石油线，会不会逼南美国家气到完全的倒向中国大陆呢？等一下关心。最后来关心的是，北京为了要维稳它的一带一路，最新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阿富汗要一起来合作开采矿产，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同样另外一方面签了20年的石油协议，现在可以说是反插整个美国的后院了吗？等一下一起来做关心。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再度放话要夺回阿富汗首都的巴格兰基地哦。他说呢，在这边阿富汗寸土不让，不可能跟美国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来自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最新回应。但是美国的动作很大。但是美国的军方可就不这么看好了。美国军方内部承认要重返阿富汗，要付出包括了上万的兵力之外，还要再加上后勤、防空基地等等防御，根本就是一场噩梦。大家也关心说，你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拿下阿格兰基地呢？现在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中国大陆的核武设施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他非常的想要拿下它，想要提防着它。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阿富汗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你看这边不管是铁矿石啊，不管是大理石，或者是铜，甚至是黄金、稀土等等，这个大家在看的是川普最想要掠夺下来的就是这些天然资源。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川普真的敢重兵入侵阿富汗吗？这个军事算盘能不能达成？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美军是否又要重蹈当年的覆辙，造成一些恐慌，造成更多的损伤？厉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富汗号称是帝国的坟场，就代表说每一个帝国，它若有军事实力，它想要控制中东来讲的话，它就必须要控制阿富汗，然后控制阿富汗可以控制中东，可以控制中东以后，就可以控制向东来讲可以控制亚洲，向西边来讲的话就可以到达欧洲，向北来讲俄罗斯，它等于是位于欧亚板块的中央位置，所以历来的帝国都想要争夺占有这块地方，但是很遗憾的，所有帝国都在这个地方这个铩羽而归，包括从开始的英国，然后苏联因为入侵这边，最后结果闹得他自己苏联解体，美国打阿富汗大概在前年2022年才狼狈的这个打了20年攻克不下来，才狼狈的从这边撤军走。那阿富汗有多重要呢？各位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如果控制了阿富汗来讲的话，它可以向这个西边来讲的话，就可以直接威胁伊朗。所以美国来讲，它如果有这个机场来讲的话，它就可以直接这个威胁伊朗这个国家。那向东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这边这个看板上面讲的，它距离中国的核武发展基地新疆的罗布泊，大概飞机只有1个钟头的这个飞机的航程就可以到。那甘肃玉门是中国的这种核弹发射基地，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要向东来讲，1个钟头飞机就可以轰炸机就可以轰炸这边。那这个巴格兰的空军基地，光这个跑道就3600公尺那么长。那时候是美军在这边这个打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时候所盖的这个机场然后可以供各型的轰炸机，包括现在最先进的 P2 轰炸机，包括 B52轰炸机，也可以供各型的加油机、预警机，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可以控制中东很好一个基地，甚至于它可以威胁到俄罗斯如果向北来讲，就是中亚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土库曼这个吉尔吉斯这些国家，然后再向北就是哈萨克可以威胁到这个俄罗斯，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南边来讲的话，它甚至于可以，如果说兵力投射来讲的话，可以到这个阿拉伯海，也就是波斯湾可以跟波斯湾它的巴林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卡达这个美军的空军基地连成一气，相互的支援。所以这个基地对美国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你如果说它能够再重新占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等于就是美国的飞地嘛，你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当初你就是因为守不住，你才仓皇的撤退，那你现在怎么可能再撤退？但是反观回来，我认为这是美国这个川普会有这种念头，不是说是很单纯，他一厢情愿的想说是按照他世界的版图他这边又要格陵兰这个岛又要巴拿马运河，又要这个，
我觉得他是看到中国已经在这边这个旗子已经下了，已经在这边插旗成功了，所以他非常的着急。那中国当然不是靠着军事能力进入到阿富汗，他是靠着经济能力协助阿富汗。他已经跟塔利班那时候，其实去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塔利班已经到北京跟王毅已经见了面，那时候还拍了一张照片。那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王毅到印度访问之后，下一站就是到阿富汗。所以你知道，阿富汗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俄罗斯都非常的重要。那中国是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看到是跟你建立这种友谊和建立交情、扩大朋友圈的方法，然后协助你的开发。譬如中国用它的基建能力用它的这种经济能力帮助你开发你的这种既有的这些矿产，来改善你民生的生活。因为毕竟来讲，阿富汗现在民生确实是很苦了这个老百姓因为常年都是在征战的状况之下，生活是很苦。但是它有很好的矿产，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它也有这种稀土的矿产。那如果中国愿意协助它开发这种稀土矿产，我觉得可能可以达到双赢。就中国来讲有提炼的技术，那阿富汗也可以卖出这个提炼出来的稀土，可以改善它的民生。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中国从来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他不会管你这个国家、你的宗教、你的政权、你的政治立场什么，他不会去干涉尊重你们国家立场。所以我觉得中国用这种方式进入阿富汗的可能性，是让美国现在川普这么着急的主要一个原因。好，这个川普怎么样都说他要拿下这个基地这个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看好阿富汗的地缘的一个重要性。刚刚张俊营帮我们讲了嘛，他这个基地东边、西边、南边，不管是北边等等，对他来说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缘的优势。那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已经插旗了，透过“一带一路”跟塔利班谈成了许多的合作。等一下会请委员来帮我们就这个事情来做更深的分析。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则是针对阿富汗只会用威胁的方式，都让塔利班政权或者是阿富汗感到非常的不满。其实川普的这一只手，我们刚刚说了嘛，深入到中东国家，其实也到了南美，那同样也是引发大家的愤怒因为近几周我们看到美国做了什么动作？美军是以反毒为名，在加勒比海这边集成了一共是3艘船，而且他直接没有经过法律的判定就处决了船员。那美国的防长怒轰，这就是卫宣之战。川普甚至在这之后持续的威胁马杜罗政府，拒收移民就要让你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军事上，刚刚讲的是在政治上的动作，军事上，美国直接摆出了在加勒比海这边包括了7艘军舰，还有1艘核潜舰。那么委内瑞拉则是高调举行了连着3天的这一场全民军训，强调不怕美国。专家在分析，美国在南美洲这一些的动作，都是同样剑指中国大陆，忧心中国跟南美的石油合作会掌控利益，所以美国这时候想要进来插手。梁老师又怎么看？美国对委内瑞拉现在就是兵临城下，等于接近是军事威胁那甚至都有一些准军事攻击，针对渔船，他们指控是进行贩毒，而且直接处决船员。这个做法事实上当然是不合国际法的。那我觉得加上他表面的讲的理由，大概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说的反毒但全世界的媒体大概相信的人并不太多。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不喜欢委内瑞拉。这委内瑞拉之前，马杜罗之前就是查韦兹。那查韦兹是非常民粹主义，而且支持社会主义。他把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作为在针对不只是委内瑞拉的中下阶层，甚至整个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他给予援助，然后呢支持古巴所以对美国等于是一种接近式、挑衅式的打脸。所以美国能够容忍查韦兹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跟当时的政府有关。但现在马杜罗他有点变本加厉，因此有一点就是在警告中南美洲的国家，你是我的后院，你要真的是知道你自己的地位处境。第3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的创始会员国之一那美国现在是希望国际的石油价格越低越好，那低于50块最好。那委内瑞拉就在这个议题上跟美国唱反调，所以呢，就川普会担心这个会造成油价或者是其他议题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有一点在警告他。
你看拖了这么久，但是现在在整个这个中南美洲地区啊，大家当然就很了解，美国是在用威慑威慑，然后或者是用军事威胁，可是呢，中国呢是在用贸易。去年中国跟拉丁美洲的贸易额来到了5184，出口就2700亿。今年上半年呢，已经1到6月已经来到1400亿的出口，所以已经超越去年的1到6月的这个同比。那通常我们讲贸易到了第4季一定会再增加，尤其前6个月的川普的关税很不确定性，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中国跟拉美的这个贸易一定会增加。那你觉得到底美国是在这个拉拢自己的朋友、小弟，巩固后院，还是说把大家赶到中国的那一方去呢？对，确实我们看到中国跟拉美的这个贸易增加，尤其最新签的这个大单，1020年，这是石油双方接下来中国跟委内瑞拉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那投资金额也相当高，10亿美元，拉近彼此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布局，我们刚刚讲了嘛，不管是跟这个中阿巴三方的外长对话，那说要启动矿产，另一方面，大陆也直接跟塔利班谈，拉近了“一带一路”，会不会美国这些出兵各种动作？真的完全都是要剑指北京呢？委员怎么看？剑指北京也好，刀向北京啊，要有效啊。否则你在那边耍来耍去，不过是班门弄斧啊。一个阿富汗的矿产，一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要投资，然后要开采，然后要生产，然后要销售。然后还要什么呀？货运。那这整个流程上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流程。你美国本来以前想说我控制采矿，人家现在左派不理你，然后你现在用同样的方式要去阿富汗学英国帝国主义者到中国来当内强，是不是？这什么时代啦？这个美国现在也许还可以猖狂，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去控制塔利班阿富汗的这些所谓军事基地哦，他会发现到奇怪，阿富汗的士兵啊，以前不是拿2式武器吗？怎么一下子变成中国式武器？那他可就好看多了啦哦。所以川普就是一个每天晚上不好好睡觉哈，整天在空想西想的，一下子要并吞加拿大，一下子要并吞格陵兰，然后要来这个并吞了这个那个所谓的这个委内瑞拉的实况，他现在有一个假借的理由。因为委内瑞拉跟旁边的盖亚纳哈，是有一点的油矿的这采矿起来的冲突，那他当然要挺这个盖亚纳，盖亚纳是美国公司控制的，而委内瑞拉全部都是国有的，那阿富汗塔利班根本全部是国有的，他哪有私人企业？那现在跟中国签约啦等等啊，那中国更堂而皇之可以供应阿富汗武器啦，你打得赢吗？那你就自己较量较量，苏联没打赢过。美国没打赢过，因为阿富汗的地形太特殊。是这个地形特殊，使得你美国的空军、陆军都派不上用场，还经常被打挂了。他最有名的什么海豹、什么6队啊，什么东西，就在那边被打垮了。而且还死伤成疾。那你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空军也没用，海军离得更远，那你只剩下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一个轻装部队。刚好阿富汗也是轻装部队，他就是吃定你啦。那这个是苏联的痛，也是美国的痛。他打了20年，竟然打不垮，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现在再去占领空军基地，好啊，你可以控制空军基地啊，到时候没水没电，你自己去弄水弄电，然后你要怎么去控制空军基地？整天游击队今天打你，明天打你，所以川普是活得不耐烦。中国大陆其实隔壁邻居也不敢这样，你控制那个基地就能够控制中国的核武，不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川普证实他是一个知识很贫乏的人啊。那他的贫乏只限于炒他的房地产，其他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摊开来，他现在哪一点赢啊？关税搞老半到现在哪一点赢啊？那你说委内瑞拉，好啊，你赶快出兵委内打打看啊，对不对哦？看结果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了嘛。看看较量，委内瑞拉现在拿的武器还是美式武器啊。搞不好你打一打以后，会出现中式武器啊。所以我
我是觉得这位川普先生哈，我看时日不多了，这样玩法时日不多了。他到处放火啊，他全世界没有朋友啊，他到处拿东西威胁人啊，他以为这样可以建立美国帝国，我觉得痴人说梦啊。好，谢谢蔡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观众朋友，科技站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良田现在秒变成高科技。等一下我们会来带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芜湖这边，它现在开始大兴土木，做什么呢？产稻田种伺服器的 AI 园区哦，巨大的星际之门崛起，是否冲击美国的霸权呢？赶快来看到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披露说，确实中国大陆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星际之门，而且不是口号，是真的已经在动工大兴土木了。那么地点是选在安徽芜湖这个地方，也就是安徽的东南部的这个芜湖。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其实呢，它原本在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土地，原本都是种稻田的。不过呢，在近期它就是把这个大片的稻田全部铲除，改种 AI 伺服器，所以到时候会看到高达307公顷的土地华丽转身变成了巨大的伺服器农场，巩固中国大陆 AI 强国的地位。来，赶快看到它的资金跟哪一些企业一起来做，资金超过了人民币2700亿元，那么串联了华为，还有中国大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等的企业，构成了这个叫做中华树岛。好，那么在上面怎么做运作呢？根据了解哦，这边北京的战略很清楚，就是在全国分散布局，但是它虽然是分散出去布局，但是是把这个管理给集中起来的，靠的就是华为的技术。怎么做呢？把西部这些闲置的处理器，经由华为的技术哦，连接到东部的运算重集之后，让 AI 效能可以翻倍。那么大家也在看说这个官方的标语哦，就是说从西到东10毫秒就可以覆盖住整个华东地区了。反观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其实也早就有这个星际之门了。当初说砸了5000亿美元搞这个星际之门，但是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财团垄断，集中资源在少数巨头的手上，那么严宕超支不合作，灵活度是输给大陆的。我们赶快稍微比较一下中美的星际之门的优劣势。先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是分散式的全国共享运算力。那分散式的资料中心，那美国刚刚提了嘛，集中在少数的巨头的手上，那么金额也列出来了，美国的金额确实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的技术采用的就是华为的，那么美国呢，则是高效能单一中心扩张，确实看起来比较困难。中国大陆的角色包括了有国家来做统筹，因此补贴的幅度也会比较高。美国当然了，它的监管会比较繁琐，立法会来制走，再来就是灵活度，大陆比较大，美国的成本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委员如何看这一场竞赛，谁可以跑得比较远、比较高、比较好？从一开始我就说 AI 一定中国赢啊，这没有好疑虑。为什么？因为中国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然后制造业本身啊，用在 AI 场合所能够发挥的附加价值，比金融业、服务业都要高太多了。所以有的制造业做基础，中国的 AI 的发展，只要不要像过去那这什么清华紫光那种失误的话，用人不当，中国的 AI 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名。距离这个它会很远的，美国没得竞争啦。主要就是在那里制造业的运用。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所谓的算力今天假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算力中心。可是我们算力中心一定会有 idle 的资源，不可能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日期、每一个算力中心都客满，一定会有空档。那有空档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整个国家所有的算力中心连接在一起，这个叫 Unified Bus。Unified Bus 就是 UB 它用的 UB 这个字眼有没有对，华为的技术。UB Mesh 有没有？UB 就是 Unified Bus， 就是一个管线把大家统一的连接起来，然后我这边有空的时候，他们忙，他把东西算就到我这边来运算。所以
这个当我这边满了，我就可以往外送出去到别的运算中心运算。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的整体加总起来的总容量、总运算力也许比较少，可是问题是我实际的运算量会比你高，因为在美国的话，他会发现说，哎，我怎么不互通的？我是 Amazon 的，他是 Google， 哎呀，他是谁的？ChatGPT 的，我要老大啊，我怎么可能跟你互通啦？对不对哈？所以变成我可能这个利用率只有70%，他80%，那我们加起来，没有。中国 H 总量没有你多，问题他打个8折，他整天都满了，运算整天都满了，所以是用这个概念哈。那 Unify Bus Mesh 就是一个节点，我们一个节点一个节点，他用统一的方式把它们都能够串联起来，那技术效率当然会提高1倍啦。那再加上这个政府说你们连在一起，我就给你补贴，有的这么一个诱因哈。我的补贴不少，30%，这补贴不少哈。所以等于全国共享运算力，没有那种单独隔离的运算力中心啊。不管你是阿里巴巴的啦，你是什么百度的啦，你是华为，你是谁，不管是谁设了，那你也知道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你通通连起来就连起来了哦，所以争论不大。那这个你丢了这个370亿美元哈，它的效果，你丢5000亿搞不好还不如人家，再加上电力互相运用跟输送，思敏，我这边没有电啊，赶快送过来哈，对不对？我这边多余的电啊，一将军我抛过去，所以电力稳定，供给永远充足，然后运算呢，大家可以怎么样？互相分享，不会有塞车的情形，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套对不起啊，只有中国政府出来弄才弄得成，要不然你那财团每个人在竞争不得啊。比如说 Google， 我就是要把 Microsoft 打垮 ，Microsoft 我就要把 Amazon 打垮我要独霸天下。那用这个中国式的方式，就是你要竞争，不是你死我活，大家共同生存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光这样就赢马了啦！你看，不管在安徽芜湖设了什么中心，要把大家串联起来。虽然中国没有名字叫什么星际之门，那美国人取的啦，Skygate 啊什么的，好，不管它 Stargate， 那是你家的事。但是这个方式，中国是一定赢。好，你要发展 AI， 你要发展这个算力，重点都是背后的这个电力。那确实，现在自己美国也承认，他们的电力确实早就已经碰到问题了。这是能源部自己说的，他说电网10年来几乎都没有增长，然后它的核电厂一建，居然建个10年都还没有建好。但是反观中国大陆18个月最新统计新增的核电容量等于是美国的总增长。那他们这边也做了一个估算，到2030年，中国核电的装机量达到1.13亿千瓦，会超越美国全球第一。那俄罗斯这个时候竟然也出来喊话，他说要来帮助中国大陆全面超车美国。杨老师怎么看？对啊，如刚才蔡委员所说 ，AI 产业、AI 资料中心的发展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整合。那除了制造业，除了就是设计整个串联那 UB 的这个系统之外，那现在2个关键，第一个当然就是 AI 芯片嘛，这个中国现在在突破。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的问题，那这个电力，那尤其是像刚才那一套 UB 的系统的话，华为的，它就会大幅的减少电力的浪费，因为空置而使你的电力浪费，然后呢设备这个闲置。所以呢，它所需要的电力呢，相对于在美国或其他的这种设计呢，要少很多。可是电力必须要讲，依据就是国际原子能总署它报告，因为就是今年的4月，它是说2024年 AI 资料中心用电占全球总用电量大概只有1.5%，但是到了2030年5年之后会1倍，会来到了整个日本的总用电量。然后呢 ，Deloitte 就是勤业会计师事务所，它的预估在2023年的时候呢，整个电力资料中心用大概是4个就是 GW 就是这个吉瓦。那但是到了2035年呢，差不多10年之后呢，就会来到123个 GW， 也就是30倍之多。因为不止中国大陆，不止美国，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台湾呢，我觉得台湾现在很紧张啊。
我们台湾大概去年总发电用电数大概是2833亿度，那这里面将近57%是工业用电，10%就是台积电。预计大概5年之后，台积电的用电就会占台湾的总电量的15%。这个时候你还在加AI 资料中心，那这个困难就非常的高。所以电力，人家说 AI 力就是国力，对，但电力就是国力啊。因为 AI 力其实依靠大数据、对，大模型哦，然后呢，整个这个还有呢大电力，你才做得到。所以 AI 的这个资料系统啊，并不是那么简单，它是全方面、方方面面的，就是需要，尤其在电力这一块，那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我觉得会越来越明显，这个差异存在的。好，现在在算力、电力有关于 AI 的发展是由中国大陆的政府来完全掌握了，几乎是高补贴来做统筹。那另外一方面，它同时也把这一些晶片大厂给统合起来，一起要打这个叫做群狼战术，不要走就是单一一个企业强就好了。那我们来看到它的晶片的战又怎么打？有几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阿里巴巴平头哥晶片，现在根据了解已经供应72%资料中心处理器。再来就是华为的生成晶片了，被大陆现在国际大量使用，准备3年推出4款新品，要打造超级节点。最后是百度、新创公司也一起加入了。怎么看这个中国的晶片之路，将军？我先这样讲好了哈，这个 AI 是算力是未来的国力哈。但是美国现在占全世界算力的3/4是在美国，那中国只占15%而已，那其他还有10%分散在日本、韩国还有中东这些国家。那中国来讲，其实在算力部分是平常讲是远远落后于美国。那为什么会这样落后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主要关键倒不是说基础不行哈，基础来讲中国有它基础，譬如说我们讲说伺服器，我们现在讲说是阿里巴巴。世界上面有4朵云嘛，科技的云，那其中包括亚马逊、Google 还有微软，那阿里巴巴是唯一中国的一朵云。什么叫云呢？就是它在一个地方做了很多伺服器，然后譬如说我们现在手机，我们现在要看一段影片，哈，我们常常要问什么问题，然后其实我们会透过网络的连接，然后到这个伺服器帮我们计算以后，把这个资讯再传回来给我们。那这个伺服器事实上是很庞大，那中国盖在什么地方呢？盖在所谓的内蒙这些地方，盖了很多伺服器。但是原来的这些伺服器，由于里面的晶片运作功能效果比较不彰，虽然说花了很多钱，但是成效并不是很好。那现在来讲的话，阿里巴巴要投入来讲，我觉得这个有几大，它跟华为来讲比较起来有几个它的具备的优势。你如果要发展 AI 这种云端的运算的能力来讲，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很简单，就是你钱要多嘛。你如果说钱不多的话，你根本就不要想，因为这是大资本集中的。所以我们这次看到阿里巴巴它要投入多少钱呢？它投入将近3000亿这么高的资金来讲的话，那当然这个对它来讲的话，以后有这个成本，它可以找人才，可以购买晶片，可以改善机器哈。所以这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要有100万级的运算能力哈。这100万级运算能力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种以阿里巴巴来讲的话，或者是未来的百度哈，他们现在来讲，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都可以做得到。再来，它必须要有这个世界级的基础大模型，那这就是阿里巴巴的强项。为什么？它本来就有了，它本来就是云端的技术，它有很多的收集的数据。最后，它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发展它自己的 AI 晶片。它原来可能用 NVIDIA 的，或者是说要用华为的，它现在自己做自己的晶片，叫这个平头哥的这种晶片。那当然我们乐观其成了哈。如果阿里巴巴也发展晶片，华为也有晶片哈，大家互相竞争。那站在中国北京政府来讲，还要推在旁边，你们互相去比赛，互相去竞争。只有商业的竞争哈，才可以激发出来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对这不管是百度哈，或者阿里巴巴或者华为来讲，他们一个良性竞争，我觉得对中国来讲的话，未来的这个 AI 算力一定是一大助力。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
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台湾政坛的一个最新民调。赶快来看到，这是联合报做的最新民调。现在数据显示，赖清德总统上任1年多来，我们来看到他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的比率哦，大家民意到底反应如何？看到画面，从43%暴冲到63%，是不满意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比率。换句话说，超过60%台湾人对于这位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是不满意的。那比较讽刺的事情是，抗中保台当时喊得非常大声，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从民意上面来看的话，这个结果是不好的。那么亲美的比例跟这个亲中的比例也开始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亲美的比例从21%掉到了18%，亲陆的比率从8%上升到了12%，代表现实生活中台湾民众更想要和大陆来做更多的交流。我们看到国际怎么评论，这个是新加坡的现任总理黄循财，他直白的警告了美国要遏制中国大陆的武力，同时也要遏制台独的挑衅，因为台独就是红线中的红线，他担心一旦跨越，那么全亚洲甚至全球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敏感时刻，华盛顿邮报也做了一个评论说，川普为了和习近平热线，他直接压下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援，本来要给的，现在直接就是说先不给了，先暂缓。那么也直接拒绝让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可以过境华府。怎么看这一份民调，这一份民意？厉将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摆在一起比较哈，新加坡黄循财这个总理他的讲的话哈，这个警告说台湾这个不独，然后大陆不武来讲的话，是维持亚洲地区和平这个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红线。那比照我们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所讲的这些话哈，从他就任开始，他不断的借着说是新两国论，还有将对岸定义为这个敌对的势力哈，这个互相不隶属等等这种挑衅性的言论，然后两个领导人的高下立判哈。一个是为了真的是为了追求亚洲地区的和平繁荣而讲的话，另外一个是只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台湾民众眼睛是很清楚的。现在来讲，包括美国一直强迫我们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然后赖清德就这样就愿意配合这样来做。然后另外一个在关税问题上面，也让台湾民众更清楚的认为说是美国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朋友要帮助我们，反而我们认为来讲的话，从馆长去大陆之后，让台湾民众可以看到大陆很多事实上的进步，跟当时这个民进党用这个愚民的政策宣导的是完全两回事。所以民众慢慢在这方面有了清楚的认知之后，我相信台湾的民众自然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好，现在这个民调是说，习在两岸维持沟通的民调高达88%，那怒批赖清德的有63%啦。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民调今年的呈现的变化，我觉得3个因素了。第一个当然是肇因于赖清德政府自己本身政策的错误，然后第二个是两岸关系的变化越来越紧张，第三个呢，中美权力关系的变化使然。我觉得台湾人自己每天看新闻，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也都会非常的感同身受，了解到它实际上的这个影响。那但是从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反而会呈现一个问题哦，因为如果跟其他国家这些比起来，在这1年川普上来到现在才8个多月，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其实对川普是越来越不满，不信任度就越来越高。对。结果呢，台湾这边相对的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包容度。我把它解读叫做在民进党的亲美抗中保台的这种宣传之下，形成一种亲美反中的零和困境，因为他几乎没有办法去做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民进党的支持者的这一边，如果他不亲美，他不反中，他就要倒过来亲中反美。他认为。所以这种零和的这种1跟0的选择，对他而言，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快的这个转换，即使是大的环境都已经这么快的变化。因此，你就看到在这里面没有呈现出来，但是在这个调查里面呈现出来，你对于美国会军事协防台湾，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49%现在是不相信，去年只有42%，增加了。相信的还是41%，去年是49%，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还是有41%的台湾人，应该大部分是民进党支持者，还是认为美国在两岸冲突的时候会军事援助台湾。这种论述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做选择，因为他们自己如果现在你要不亲美，你就要亲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使得民进党支持者呢，处于一个极度的困境当中。是，那蔡委员又怎么看？从民调来看的话，去年有29%表态，今年有30%表态，所以表示仍然有70% 的人不愿意表态。那说法就是我希望维持现状，可是心里面又很清楚，好像这个现状又很难维持，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很急的要搞台独，像赖清德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敌对国家，两国互不隶属。所以可以搞台独的把戏就一个一个推出来，他希望是巩固这个所谓的亲美的21%，今年下降到18%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对赖清德来讲是不能放的，然后就把其他人说你是中共同路人，打的就是那个8%，可是越打越旺，变成12%，来回就有这么一点差距了，所以民意正在变化，可主流民意还是不愿意表态。他就是还在观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看两边去斗法吧。那你说美国呢？美国的态度也是很复杂，一方面是希望把台湾当作棋子，能够在某些小地方呢对中国大陆进行让步，换取政治跟经济上的利益。哎呀，我今天不让辜立雄过境美国，明天不让赖清德过境，然后天呢，我把要给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数字给砍掉。那晋明兄，你这样满意吗？用这种方式换到一点什么好处？那大陆一样啊，大陆现在平常有的观察，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什么统一是历史必然啊，统一是必什么历史大事啊，哪有？看不到这个迹象啊。然后他们也很急。因为面对的，你可以看得到，董金跟赫格塞斯也讲台湾问题，王毅也讲台湾问题。我相信习近平现在跟川普讲，一定会提到台湾问题，他们压力很大。因为正面的来讲说，我93大阅兵这么成功，军力这么强，可老百姓一般民众在网络上的反应是说，那我们解放军既然这么强的，你还没有办法收复台湾，就变成一个。北京领导者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要急着去找到办法来解决。可是我分析讲过啊，我说和平就不可能统一啊，统一就不可能和平。然后他们又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全部都搅成一团啊。他们也在困境当中该怎么解决？那台湾的赖清德政府在今天跑到荷兰国会去通过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明天跑到那么多澳大利亚什么一个人去搞得好像台湾独立一煞一回事一样。也就是黄勋才讲的，台湾独立虽然是中国的最大红线，但是赖清德这个要挑战这个才能够生存。而美国呢，美国也莫衷一是，有一票的美国国会议员学者主张要拿台湾来修理中国，有一派说且慢，我们可能还要再想想，没有那份实力。也就是目前处于一个混乱中间。那台湾老百姓为什么会在心理上会有这种改变呢？主要的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李强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开放签证，所以引来了很多的各地的网红去大陆上拍摄旅游新疆没有强迫劳动没有种族灭绝所以最后结果变成老百姓开始要怀疑你那个绿媒讲的话是不准确的。那第二个，去年又来个什么甲亢哥，更是轰动一时。那今年又来个馆长陈之汉，我让台湾老百姓说你骗我对不对？没有那么可怕而且又很进步、很发达再加上大阅兵，他是心有数，要武力台独已经没希望了。尽管还是有少数人在那边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无才无能，然后写了一个什么这个国防这个什么安全手册。不是给他笑掉大牙嘛？那这个老百姓看在心里面不吭声，不吭声。所以现在正在处在民意的转移。那赖清德如果没有办法抓住这些中间选民心态的改变，以前是我害怕宣布独立会战争，所以我维持现状，但是我想独立。那现在已经慢慢转成
我知道根本没有独立的机会了，那可不可以尽量不要统一？所以这心态正在改变当中，我们正处在这个过渡阶段。那你如果赖清德会不会走向是跟大陆的沟通呢？不会，因为他守住剩下那个18%的人，就是他的老本。那他觉得我18%，我再抓个22%，我就40% 啦。然后搞不好你们蓝营的跟白营的又处不好，我又捡到啦。所以他赌的是他的个人的权利。那真的会不会规划出两岸的一个什么长治久安的方法？放心，赖清德不会这么干的。好，谢谢委员，谢谢老师，谢谢。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川普掐断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在 AI 跟中国大陆比拼的命脉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呢，他最新寄出了这个是 H1B 哦，暴涨价格哦，逼走了许多本来在美国这边应该要有的人才。北京是否捡到了最大的便宜呢？我们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川普真的再次的把自己的人才路给逼走了。本来 H1B 的签证的费用哦是数千美元，结果现在说一下子暴涨到10万美元，等于是你博士生刚毕业，你就要去找工作，就要付出这个300万美元，企业主来帮你付了。那企业主恐怕就因为这个原因也不想要雇你了，恐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这个10万美元呢，根据了解是一次性的一个费用。那我们来看到几个比较关键的数字，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首先就是美国现在持有 H1B 的员工已经越来越多了。到底有多少呢？当时2003年的时候只有32%，现在有高达65%的人都是拿 H1B 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对这些65%的人寄出限制，那你不就会有大批的人才流失了吗？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呢，你的电脑的毕业生的失业率还是算蛮高的，高达6.1%到7.5%，这个数字是高的。再来就是美国针对这些外籍人数的劳工的使用数不断的翻倍，包括在了数学啊，或者是在电脑，甚至在工程等等的领域，劳工数字翻倍，但是整体的就业成长现在看起来还好，44%而已。现在呢，律师也出来警告了，你要使用这样子的 H1B， 未来不会只是影响到科技业而已，包括了这些医疗研究、生技产业都会受到波及，可能让这一些高价值的工作者，他们就干脆算了，我移民到我去海外去工作好了，拱手把 AI 的竞争优势干脆都会交给中国了。美国确实在过去有非常多的人是使用 H1B 的签证的，有谁呢？赶快来看，其实都是大家认识的大头哦，不管是微软的执行长，或者是这个 Google 的执行长，甚至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啊，川普的妻子梅兰妮亚，甚至是这个 Instagram 共同创办人，过去都是拿 H1B 的签证的。接下来对于美国来说会有多伤呢？会不会把这些优秀的人才推向中国？委员怎么看？这个势必会有这种趋势嘛。一个拿 H1B 签证的员工就要付10万块美金，那一个公司如果请10个就要多少啊？就100万美金。你这个人事成本是开玩笑的嘛？这简直实在是一种剥削你啊！那美国一年大概发给 H1B 的签证叫做专业工作签证，大概一年大概85000名啊，新增了85000名。那旧的还不在，要延长还不在这里面的，所以因为它 H1B 签证是1次3年，然后可以延1次，那延1次再转成其他的签证哈。我在美国念书，我也在美国工作，但是我当时是拿J1签证，所以就不受这些影响啊。那一般学生拿F1签证，我拿J1，因为我的身份是公费留考的学生，所以我就像那个政府的那种奖学金一样。就拿J1，所以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啊。那其他人啊，如果要进入美国工作，是一定要拿这个 H1B。那因为专业，这个美国是一个很缺乏专业的一个国度，而且它需求量又很大。比如这个 AI 发展这么多，它一定会需要很多 AI 相关的人才啊。对。然后你这个现在美国医疗业啊也很缺人才，所以也要去给很多 H1 签证。那你现在一下子就要扣那10万块美金。
到底是雇主付还是他付嘞？哦，那如果他要付的话，那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外劳中介费，全部自己付吗？自己要付吗？不是企业付吗？理论上企业付，可是企业有大有小啊。他如果要付这么多的话，哈，他就干脆在用本土啊，目的是要逼用本土了。那如果本土没这个人，他就要萎缩或者提高这个营业成本，变成倒过来转嫁到要求的 H1B 的人。那这样他不去了，那这些人呢？就想一想，那好，中国有机会就跑回中国，尤其是对于大陆留美学生，会更逼着他们离开美国，回到大陆去做哈，所以会使得大陆这边人才更加充沛。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抢 AI 的人才啊，哦，那这个尤其是中国、美国抢得更凶，开的价码一天比一天高。但是，一刚出社会，这个比如那个拿个硕士学位。10万块美金啊！你们第1年薪水都没了，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是在自断经脉，哎呀，对呀，把自己的这个任督二脉啊、筋骨都砍断了。川普这个人就是到处要钱，他想说哦，这个1年新增85000名，一个10万块美金，哇，那我就有多少了？85亿，哦，就是85亿现金就进来，还不包括要延长的，对不对啊？对，那确实现在会不会矽谷就越来越头痛了，要招人也越来越困难。不管是这个印度在美国这边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接下来矽谷怎么办呢？杨老师怎么看？对，他1年只有85000份新增，那但是有很多人续签哈，所以每年大概发个大概有将近40万，因为他一次给你3年，然后你可以延长1次，所以 H1B 特殊工作签证，等要证明他是特殊工作，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这个找不到，必须要因此用外国人，所以给他一个这种短期3年可以延长一次到6年的特殊 H1B 的工作签证，1年只发8500个，所以他这是有 quota 的。那你知道，除了他想要赚钱，每年这样子，因此可以增加85亿美元的收入，可是85亿美元大概不是他真的想法，我觉得。因为每年申请的人非常多，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将近50万人提出申请，有的人是到美国念书，大学硕士，然后留下来，然后找到工作，然后申请这个工作签证，有的人是想要从国外直接过去，对，那特别他对于硕士毕业的，还给他比较多的这个抽签的几率的保障，所以我有个朋友到这个的小孩到美国念书，然后呢。找到了 PwC 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结果抽签没抽到，这就 H1B， 所以他就被派到新加坡去，因此就变成抽签的几率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年我看到他今年财政年度提出申请的是降低了，因为川普上来了，但是也来到了36万人次，36万抢8.5万，那如果他这个就是申请的费用提高。一方面政府可以多的收入，第二方面呢，他把那个几率里面可能比较政府就是一些企业不太用的人，把它降低，把真正好的人才的留下来拿到签证的几率提高。我觉得他有这个想法，对，因为这个钱要不然自己出，要不然公司要帮你出，就2种都有可能。像Amazon今年1到6月，他得到了将近有1万个人的这个新的。H1B 的签证，那排名第2是谁呢？是印度的 Tata， 在美国设的这个顾问公司，今年上半年也雇了大概5500人，那当然都雇的是谁？印度人。那所以呢 ，Tata 可能在这个上面他觉得费用会很高，印度人不太可能自己出个10万，那有些人愿意自己出个10万，就变成是你要到美国去工作的一个等于是成本要垫高，他就会把一些人给筛减掉，然后呢，也会增加签证的这个费用。所以我觉得大概他的想法是如此，他没有那么清楚的讲，因为讲得太清楚了，你等于就是把可能他认为不符合要求的人给筛减掉。但是背后的关键因素大概是如此吧。好，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这些最顶尖的人才可以留下来。那其实这个签证议题引发争议，
不只是如此而已。我们先前不是谈到这个南韩吗？也是因为签证问题引发争议，现在在看说会不会因为川普的这些签证的争议会让更多的盟友决定不再投资美国了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月初，当时不是这个美国的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突袭南韩现代 LG 在乔治亚的电池厂嘛，当时300多名的韩籍，重点是他们是我们画面上看到他们是工程师，就被这样上手铐当囚犯给押走，让南韩国内这个民众真的是大爆锅，痛批这个根本就是羞辱我们南韩。也因此呢，这个李在明他赶快硬起来了，不再对美国妥协。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盟友决定跳船？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他这个考虑事情、处理事情，纯粹就是膝盖式的反应他因为这个人家跟他反映说，美国有4家企业公司，因为裁撤了他们自己美国的这种员工，改用外国员工。他一听以后，他马上就来了。那你签证来讲的话，马上提升到这个10万美金这么多那你说是不是膝盖式的反应？他目的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希望说是各个企业都用我美国的人才，增加我美国人的就业率。他初衷是这个样子了。那你说这种韩籍工人这次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形？也是这种情形呢？因为这个包括美国南韩在美国设厂的现代 LG 这些工厂，因为它工厂需要，他们自己南韩本国，然后说其实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你必须有这些人才到美国的这种他设的厂来工作，来做技术指导来做师傅教徒弟，你才可以把他们教会嘛。那当然，你说一次的签证3个月可能还来不及这个教会，还必须要他继续留下来，所以这都是公开秘密。那你现在居然用这种手段把人家赶走，其实不只是高阶是如此，连基本的员工他也是这样。他不是前一阵子用陆战队跑到洛杉矶去，把一些这个南美洲那个洗盘子的这些移民来讲也抓起来，全部又移送回去。所以，但是川普我说他是膝盖式的反应，他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后果。当初这个 H1B 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是老布希时代在1990年的时候，他为了让全世界优秀的人才能够到美国为美国所用，到美国来工作，所以他开了这个设了这种签证，原来签证费用只有多少？1500块美金那就希望全世界各国的人才为他所用。那确实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优秀的学生到了美国去读书或者是这个读完书之后拿到学位，优秀人他甚至会留在美国。美国今天之所以强大那不只是他避免了2次世界大战打到他本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很多人才为他所用。那你今天川普干这种事情，是不是把所有的人才全部赶走、赶跑？那企业来讲也不敢到你美国去投资。那我企业要进去，你给我100亿元，一定要用你美国的员工。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美国员工真的很难用。如果说很好用的话，他们大可以用自己美国人嘛？为什么他不用美国员工？就是不好用，每天3不5时给你抗议抗争。比如说美国波音